多少人已经不记得，老烟斗除了鬼故事这个视频节目外，还有2档视频节目，在站内搜索老烟斗看电影以及天才监视，里头还有几百个视频等着你呢，快快关注一个吧，看完你会回来点赞的。后世便称其为烧饼歌。烧饼歌中的预言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一直说到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据说后来一一都被验证了。例如明代的靖难之役、土木之变、英宗复辟、宦官之祸、李自成起兵、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吴三桂出关降清等一系列重大事变。有些诗句指名道姓，如8000女鬼合称一个魏，指魏忠贤陷害忠良，使朝政大乱。木下一头鸟，木上一刀一物钉，可以凑成李自成3字。平安镇守好桂花，是吴三桂的桂字。有些诗句涉及皇帝的年号或诸侯王的封号，如明成祖朱棣最初封为燕王，起兵靖难，故有燕子飞来之说。而怡苑山和永乐坪大概是指成祖的永乐年号。祖宗山上被移行，可能是崇祯2字了。还有些诗句暗喻时间的结局，如相传昆玉祭龙堂，指英宗复辟；奔走梅花上九重，指崇祯吊死在眉山等。
烧饼歌的后半部分也是对话的形式，预言了清王朝200多年的历史。与前半部分相比，有关清代的历史在烧饼歌中就不如明代的历史清晰，显得比较简单，有的提法比较隐晦模糊不清，大致可以肯定的语句基本上局限于帝王的年号，如川水夜台阙是指顺治，庸人不用水火辰是指康熙，点化佳人私自分，一指当年40针是指雍正，朝鲜起来月无光，叩首个人口渺茫是指乾隆，念岁历事双开口，人有一心度短长是指嘉庆，洞边去水台用水是指同治。另外有些句子还提到了皇帝在位的时间，如卦分气数少3数，是说康熙在位61年，因为阴阳八卦18×8=64，而减少3正巧是61。逍遥周甲乐饥荒指的是乾隆统治天下60年。由上可以看出，烧饼歌中的内容似乎应验了明清的几大历史事件，这些预言模糊而又指向明确，事情没有发生时任人绞尽脑汁未必能得其要领，而事情发生之后，历史与预言的若合符气又让人惊叹。这不禁让人好奇，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如此奇人奇书，能够预先知道未来世界发生的事情？未来难道已经被预言固定了？对此仍旧存在不少争议，主要原因有2。其一，刘伯温虽在民间备受推崇，百姓更是赋予了其个人不少传奇色彩，但当我们丢掉那些被后世加工过的小说话本和影视剧，查找原始资料，如成书于明成祖时代的《明太祖实录》，会发现刘伯温虽然厉害，但仍然只是一位凡人，并没有传说中上天入此通晓未来的能力。其二，有关烧饼歌的故事仅仅存在于传说之中，从未有正式记载过此事，更无人能够证明烧饼歌为刘伯温所作。更重要的是，此歌于民国以前也未曾流行，民国时期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般，故推测烧饼歌更有可能是民国时期的后人假借刘伯温的名头伪作出来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最后，对烧饼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阴斗，回复烧饼歌获取烧饼歌原文以及更详细解读的资料。本期老阴斗鬼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